好，我是巧儿。我研究好吃的佛卡夏食谱很久了，至少呢试了大概20几个配方吧，终于让我找到好吃又好操作的食谱。这个配方烤出来的佛卡夏呢，皮薄，然后底部会烤到金黄酥脆，轻盈大蓬松的组织，味道咸香很有层次，再加上橄榄油那个清爽的果香味这真是我做过最好吃的佛卡夏了。而且呢，你不需要花7天养酸种哦，材料都很简单，家里都有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款佛卡夏的配方不是只有面粉、水、盐、酵母、橄榄油而已，时间是最重要的第6种隐形材料。为了做出深厚的风味，我们会需要波兰种跟24小时隔夜发酵2种技巧。先来做波兰种 Polish 配方不用看书，面粉跟水1:1混合，加上1咪咪的酵母，这里呢只需要0.1克，重少怎么称啊？可以目测或者是用2指捏一点酵母就差不多了，用汤匙混合均匀，就这样1分钟内完成。那现在是冬天呢，室温蛮低的，像我家只有21度。那 Polish 一种就很适合直接放在室温下发酵。像这个呢，是我昨天大概10点制作完成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盖个保鲜膜放在台面上发酵大概8到10个小时。可以看到它的高度从原本这个蓝的橡皮这个地方，然后膨胀了3倍，然后又降下来一点点。这时候就是它使用的最好时机。熟成的波兰种表面有很多泡泡，闻起来呢有点淡淡的酸味，很像优格，但一点都不会刺鼻。这款佛卡夏做法很特别，故意降低酵母的用量，拉长发酵时间。总共我们用了300克面粉，速发酵母才用不到1克哦。好，那我们来打面团吧。高筋面粉、酵母、全部的波兰种，90% 的水倒入波兰种的罐子内，帮助呢把残余的酵种冲出来。1小匙蜂蜜，如果呢你是吃纯素的巧手，可以换成砂糖或者是枫糖浆。使用山崎7公升静音高效搅拌机，它有计时功能，设定低速5分钟。这个阶段只是要把全部的材料混合均匀，加上呢它是个含水量高的面团宝宝，搅拌完看起来是湿湿的一团面糊是正常的。盖上湿布，静置30分钟，让面团自我水解 Autolyse。 还有剩下10% 的水，加入海盐搅一搅，倒入呢已经发展出初步面筋的面团内。搅拌的速度可以高一点，开中速，一边搅拌一边倒入初榨橄榄油。大概搅拌10到12分钟，当你看到面团两侧已经脱离缸盆就差不多了，像现在这样子。底部呢还有一点黏住，没关系，高水量的面团就是这样。这是搅拌完的面团状态。发酵盆或是烤盘喷一点油防粘，用手沾点水，帮面团整理成圆形。佛卡夏的面团白白胖胖的，好像在做 mozzarella 的 cheese 球哦，非常疗愈。好，去第1次发酵，温度是25度，总共发酵80分钟。每隔40分钟把面团取出来翻面1次，帮助酵母发得更好，然后形成更多面筋。对付高水量的面团绝对不是靠粉，是以水克水，所以今天呢完全不会用到手粉，只要觉得一粘手沾水就好。那你看，还没翻面之前面团摊摊的，但翻完之后整个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再发酵40分钟。另外一个易发的方式在室温发酵，
因为发酵温度呢本来就低，所以你可以选择在室温发酵，保鲜膜抹点油，才不会粘住面团。第二次翻面，这时候呢，面团不止体积有变大，其实它也不会那么粘手了。盖好保鲜膜，移到冰箱发酵至少24小时，最多可以48小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准备我们的烤盘。因为如果你只倒橄榄油的话呢是不够的，佛卡夏底部呢会整个粘住，无法脱模。那有2个解决方法，第一个呢是先涂一层奶油，或者呢是你有这个不粘的烤盘油也可以，那选择其中之一来做就好了。那我今天呢用大家家里都有的奶油。记录之前那个粘得很惨的翻车画面，所以大家不要铁齿，防粘呢蛮重要的。烤盘的边边也要抹到哦，它最会粘。涂了奶油或是不粘烤盘油之后，再慷慨的淋上橄榄油，约1大匙，这是底部酥脆的关键啊4个边边都要涂到哦。发酵了24小时的面团，它体积不会长大太多，但你看不到的表面其实呢有充满气泡，所以要温柔的对待它，移到烤盘上。要记得翻个面，让它2面呢都有沾到油，那光滑的那一面是正面朝上。轻轻的把面团拉长，大约呢拉到占烤盘80% 的面筋，尽量就好，不要太用力。如果把面团扯破了就不好。那这时候如果你的面团呢太小，会一直回缩的话，你可以在最后发酵的中途再延展一次。最后发酵的温度约28度，发酵2个半小时。提前半小时预热烤箱。那这是三奇55公升微电脑控温烤箱，放入烤盘，上下火都设定250度，一起预热。哦 ，check it out！ 发酵完的面团表面已经可以看得到大泡泡了。这种流动的状态表示等等烤完，组织呢会很有空气感哦。佛卡夏跟披萨一样，馅料的选择百百种，但拜托不要放5根肠旺或是臭豆腐。今天走经典路线，迷迭香跟海盐。用新鲜的香草呢，香气浓郁，而且不会烤焦，用量大概1根就刚刚好。平均撒上海盐、黑胡椒，然后最后呢再淋上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呢是初榨等级就够了，那个很贵的高级的橄榄油还是留给你的沙拉或是等等拿来沾它。哦，来到我最期待的步骤，用手指平均间隔把面团压到底，做出一排一排的凹洞。除了是佛卡夏的造型之外，这个洞呢主要是为了留住橄榄油跟调味料，然后把表面烤得脆脆的。压完之后，表面的洞洞更惊人了，好像好多颗小气球哦。放入烤箱的中层，以250度烤13到14分钟，最后几分钟请认真顾炉，如果表面太快焦的话，可以降上火。烤箱最高只能230度，烘烤时间要拉长16到18分钟。出炉！出炉后不要在烤盘内放太久，尽快呢移到制凉架上。这样底部的脆皮才不会因为排出来的水汽变软。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底部，哒啦，金黄酥脆。可以再淋上一点点的橄榄油，如果你有珍藏的高级橄榄油，这时候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了。我是没有啦，一罐用到底。
佛卡夏放凉到室温后，就可以切片开吃。这个配方皮薄，充满大孔洞，吃起来很轻盈。高温短时间烘烤，它内部呢会特别的松软湿润。给你们听听有多脆。欢迎来到本周的翻车师傅现场。首先不要烤太焦，250度的大概烤个13分钟就已经差不多了。如果我说没有顾炉到15分钟的话，就会像现在这样，那个表面会烤焦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提醒一下，烤盘内如果垫烘焙纸的话，虽然可以完全防粘，可是它底部的酥脆效果呢就会差了一点。看，跟我们今天这个100%都烤到金黄酥脆，还是会有点差距。虽然是一款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食谱，不过实际上操作的时间不到20分钟，烤出来的佛卡夏味道咸香深厚，好吃到停不下来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。我的部落格文章还有很多细节分享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好康报报，3月22到4月2号，我的烘焙好队友3期搅拌机跟烤箱有限时1周特价，活动链接在下方，有限量，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哦。